下面是第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做吧。第二道菜，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起来。第三道菜是，我现在马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道菜到底怎么做。第四道菜是，那我们就开始做吧。行，我准备把这个一刀不剪给你放在开头。神经病啊！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今天呢，我们带大家逛一逛 Costco。之前我们做过一期逛 Costco 做3菜1粥。今天呢，我们利用 Costco 的食材，再给大家做一个3菜1汤。然后这些呢都是非常简单又非常好吃的家常菜。我今天要做好多，让大家馋得慌。什么人品？辣白菜炖鱼，好，你再开心一点。辣白菜炖鱼。第一道菜需要的主要食材呢，就是这2个，鱼和辣白菜。鱼呢，就是在 Costco 买的这种新鲜的罗非鱼片，它都是已经处理好的，是完全没有刺儿，也没有皮，然后都一片片切好的，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量比较大，这一盒呢大概有4磅，但是没关系，在之后的视频里呢，我会一一给大家介绍这个罗非鱼的吃法，还是非常好吃的，而且有很多种吃法。就今天的咱们这条视频呢，就有2种关于罗非鱼的吃法，所以后边的那个吃法呢更绝，不要走开。讲一个这个罗非鱼的保鲜的方式。如果你买回来实在是吃不了的话呢，你可以2到3片给它一组，放在这个保鲜袋里，然后放在冰箱的冷冻区。如果你要吃它呢，就提前1天晚上把它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给它进行一个在冷藏区的这么一个环境下的解冻。那它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就跟你去 Costco 买的新鲜的罗非鱼的口感没有差太多。我本来是想做酸菜鱼的，所以我本来是想去 Costco 买这个德国酸菜，结果呢卖完了，找不到，所以呢，我非常机智的用辣白菜来代替这个酸菜，我觉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本来也有辣白菜炖鱼这道菜，对吧？好牵强，但是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这个辣白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它跟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去腥提鲜，而且它自身本身有一种又辣又酸又有一点点甜的这种味道呢，会更加的激发出食物本身的这种味道，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味料，在我看来，就是做很多菜我们都可以用到它。然后这里呢，再分享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就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腌制的菜，就会想到亚硝酸盐会不会超标？它是这样的，所有的腌制的菜呢，它都有一个亚硝酸盐的峰值。我拿辣白菜来举例子吧，大概就是在它腌制的前3天，它的亚硝酸盐会达到一个峰值。那么3天之后呢，它的亚硝酸盐随着腌制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慢慢的降低，然后最后就会趋一个非常稳定而安全的这么一个范围，所以就是可以安全的去吃它的。在15天之后，亚硝酸盐逐渐降低之后呢，它的乳酸菌呢就会被激发出来。乳酸菌馋了是吧？乳酸菌呢，大家都知道，它是益生菌的一种，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那么这里再分享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就是这个乳酸菌啊，它一定要在60度之下，它才能保持活性，也就是才能起到它的作用。60岁以后才能吃。6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呢，就会把它这个乳酸菌破坏掉，就烫死了。哎，所以大家要想吃的更营养呢，就避免高温加热。但是今天咱们这道菜呢，主要是吃它的风味和滋味。嘿，就不营养了。就先不提营养，但是我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好吧？今天第一道菜就是杀死益生菌。这里边大概是4到5片的罗非鱼，我已经给它切成这样的小片了。放白胡椒，大概1/4茶匙吧。尽量的买这种现磨的白胡椒，它会更香。盐来上1、2克就行了，给它提个味儿。抓一抓，让这个盐跟白胡椒尽可能的被鱼肉吸收。这是1颗鸡蛋的蛋清，尽量的抓匀，然后让每一片鱼肉呢都沾上这个蛋清。下面我们放2到3茶匙的玉米淀粉，接着用手抓匀。我们以上所有的操作呢，都是为了一会儿炖这个鱼片的时候能让它特别的嫩，入口特别的爽滑，吃起来特别的舒爽。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腌上10到15分钟，180摄氏度，我们就可以往里放油了。葱花、蒜泥1茶匙，
将近1茶匙。OK， 炒出香味之后，放上辣白菜。辣白菜炒一下呢，是为了激发出它自身的那个风味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一点鸡汤进去。鸡汤也是Costco买的。把腌好的鱼搁进去，嘿，好香啊！基本上就齐活了。觉得汤不够呢，我们可以再补一点儿。提前洗好的这种螃蟹菇搁一点儿，增加风味儿。没有也可以不放，或者放Costco的那种普通的口蘑也行。好，我们往里再放一点盐，根据您自己的口味逐量的添加啊。好，我们盖上焖一会儿，中小火炖5、6分钟差不多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呢，我们可以在鱼里面放一点这个葱花，然后呢用热油一浇。哇！当然这一步你在家做可以把它省略，这样做的效果就是更好吃。哇，好香啊！这鱼好嫩呐、太好吃了。你们可以多给我盛点白菜吗？因为它那个辣白菜本身也没有那么辣，我放的又不多，炖，好像那个辣味儿也就被稀释掉了。这个鱼跟这辣白菜一起吃绝了。如果你家里来客人了，你想，给他复刻一点饭店那种感觉的话，你就淋那个明油。不淋那油就是家常菜，对淋上就是饭店级别的菜。或者干嘛？你要喝这个？太烫了。脑袋。后面3个菜我不想做了，我要罢工。谢谢。不客气。你看老麦吃的都讲礼貌了，赶紧复刻，绝对好吃。家常豆腐。这道菜呢，我们需要的2个主要食材呢，就是豆腐跟彩椒。没有肉吗？忽略。这个豆腐呢，之前出现在我们频道很多次了，也算是老朋友了，介绍过很多关于这个豆腐的主要吃法。首先呢，它是硬豆腐，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做家常豆腐的这种质感。其次呢，它的品质非常好，它是有机的，又是非转基因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全放心的去食用。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价格要相对于其他超市来讲划算非常多。所以如果 Costco 有的话，我们尽量呢就选 Costco 的。这个豆腐其实是能放得住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买回去了吃不完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吃的话，可以翻看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频道关于豆腐的吃法有非常多种，甚至于可以把它做成小零食。彩椒呢更是老朋友中的老朋友了，只要用到椒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小彩椒、小甜椒，它的味道非常的甜，然后比那种柿子椒、灯笼椒要好吃非常多，而且它的价格呢又非常的划算，3块多这么一大包，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说，Costco很多蔬菜呢，它可能都存在一个不太放得住的情况，但是这个彩椒可以放非常长的时间。我曾经放过差不多3个星期，它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抽抽啊、什么干枯。我觉得跟它自身的品质有关，因为它也是非转基因有机的啊，确实没有写有机。写了就那反正它是非转基因的，对吧？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好吧？就是那些比较害怕吃转基因食品的小伙伴就不用担心了。我就喜欢吃转基因。OK， 我们先把这个豆腐呢简单的切一下。切好的豆腐，我们拿一个厨房干纸巾，把表面的水分给它擦干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去炸也好，或者烤也好，它都会更加的酥脆。烤架上喷点油，可以了。把豆腐呢放在烤架上，行。把豆腐摆好之后呢，我们在豆腐的表面再喷上一层油，鳄梨油。鳄梨油。avocado。那咱们现在来调个酱汁儿，1茶匙的酱油，1汤匙的醋，2到3茶匙的蚝油，再挤上1茶匙的蒜泥，鸡精少许，不放也可以，盐少许，大约1到2克就行。
再来2到3茶匙的鸡汤，放水也行。1茶匙的玉米淀粉，拿个勺子把它搅匀。这是那个甜椒，我给它切成丁了，还有蟹腿菇我也给它切成丁了。下面我们把刚才调好的酱汁倒进去，搅匀。好了。哎呦我去！嘞，哟，烤的还不错嘞，有点意思。把刚才我们调好的酱汁一股脑的倒进去。就可以吃了。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还得搅一搅。咱们随便，对，我们随便给它搅拌一下，行，然后我们再放回去。再放回去，还烤啊？不烤，我们这回煨一下。嚯，这还是微波炉？对呀，微波炉，我们给它煨上3到4分钟。怎么样？就问问你，就这么简单，不开火。我们再给它扒拉扒拉，搅吧搅吧。行了，这道菜就成了。好香啊，这个味道。咱们不开火做的家常豆腐，大家可以看一下。不错，怎么样？这也像饭店的感觉。王者，这是王者的女儿，这是王者不要的人。我是王的男人。豆腐好吃吗？没有肉，好尴尬，拜拜。我个人认为这比肉好吃，真的。烤呢取代了传统的用油炸，这样更健康也更省事儿，也不用弄得到处都是油，也没有那么多的油烟。煨呢就取代了我们炒的那个过程，也是减少了油烟，非常的省事儿，整个过程都不需要开火。本节目由东芝赞助播出。哎，说到东芝呢，那首歌怎么唱？偷西吧，偷西吧，新时代的东芝。特别复古的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烹饪这道菜用到的那个电器呢，就是 Toshiba 赞助给我们的8合1功能。微波炉、烤箱还有 Air Fry 的所有的功能都集于一身。我们今天用它这个 Air Fry 的这个功能去做了这个烤豆腐，它效果还不错，并且呢它不用翻面。而且它相对于空气炸锅来说呢，更容易去清洁，它的噪音也更小，然后它有微波炉的功能，所以我们就不用来回来去倒了。所以你想省空间的话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他们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优惠，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找到购买链接，推荐购买。Nice。炸带鱼。第3道菜我们用到的主要食材呢，就是这个罗非鱼片，又是它哈。这道菜我给它取名叫炸带鱼，它当然不是真的带鱼，我是用罗非鱼片去代替这个带鱼，是因为它做出来的这个口感还有味道呀，跟这个炸带鱼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接近，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接近。但是它比这个带鱼有2个特别大的优势。第一呢，是它不需要再额外的处理了，都是切好的片儿，我们直接给它上户，空气炸锅一烤就 OK。第2点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吃它是非常的安全。带鱼里面有好多刺儿，小朋友吃就会容易被扎到，但是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当然，我个人觉得成年人能不吃刺儿也就不吃刺儿，因为当你发现你把带鱼所有刺儿都拔掉的时候，然后去直接吃它那个肉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有那种比较爽，哎，非常的爽，所以它的幸福感和它吃这个东西的整个的感受是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的，非常的流畅。所以当我发现用罗非鱼片去取代带鱼做这个炸带鱼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它不是带鱼啊，封住那个男人的嘴。下面我们就开始炸鱼。这是大概4条鱼，我从中间给它分开，切成这种长条的，像不像带鱼了？大约2到3茶匙的蚝油，白胡椒大约1/4茶匙吧，盐2到3克，1茶匙的蒜泥，1茶匙的姜泥，抓匀。为啥要戴手套？不戴手套直接用手接触的话，有一点心理障碍，而且那个手上会有味道，很难散下去。最后那鱼没入味，手入味，尤其是指甲缝里。好家伙！我们腌上10到15分钟。我们现在往上面放一点玉米淀粉，多放一点没关系啊，让每一片鱼都沾上这个玉米淀粉。一会儿烤出来的这鱼呢，它就是酥酥脆脆的。空气炸锅喷点油，把鱼片放进去，在这个鱼的表面喷一层油，
气炸锅喷的油尽量都选鳄梨油，这样更安全，也更减少油烟。390度我们烤15分钟。我直接上手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带鱼都是拿手吃。对，哼，嘿，我觉得比带鱼好吃。只能是比带鱼好吃，但是跟带鱼那个口感呀、那个感觉啊是一样的，它就没有刺儿，特别棒。按照我的这个配方，不用加什么蛋清啊香什么的，就搁点蚝油，有蚝油那点水分，然后就足够蘸淀粉了。香吗？特别香。如果你的小孩不喜欢吃鱼，你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给他做一次，我觉得大概率他就应该会喜欢吃了。特别香。要是去炸鸡，把它带进学校里。就带学校，哎，这真可以带饭，因为它没什么味儿，没什么味道。你到学校能学点东西吗？现在我还小呢，我只是到学校玩儿。哎，你要是去学校考倒数第一怎么办呀？拿胶带贴在上，然后沿着笔那个形状，然后再撕下来就没有了，然后自己没有写 A。要改成绩。那你得先学会写 A 好吗？三鲜汤，我最喜欢的爆炸汤。哪来的爆炸？最后一个海鲜汤呢，我们需要的主要食材呢就是虾跟胡萝卜。这个虾出现在视频里太多次了，剥好了的，然后肠子、肚子、不啷骨子全去掉了，然后不含防腐剂，不含化学添加剂，去尾的，生的，农场养殖的。还是要多说一句，给我们第一次看我们频道的朋友做一个提醒：解冻的过程最正确的呢，就是把它提前1个晚上从冰箱的冷冻区拿到冷藏区，隔夜在冷藏区低温解冻，出来的虾的这个肉感呢和新鲜的是最接近，可以说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胡萝卜，手指胡萝卜，它写的是这种 baby 胡萝卜，但其实它不是 baby， 它是那个 ugly， 对，它是长得丑的不规则的那个胡萝卜进行的这种打磨，然后把它变成这种小的萝卜。最推荐的吃法就是我近期刚发现的，把它放在微波炉专用的蒸笼里边，给它直接不用放水啊，就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蒸5分钟左右，然后直接吃。它的那个甜度还有它那个脆度是刚刚好，不软不硬，然后又有一点脆，而且非常的甜。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配菜，比如你在吃炖排骨的时候，或者是炖牛肉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当成一个配菜去吃，非常的棒。Costco 的这个呢是2个包装一组的，然后它也是有机的非转基因的，所以我现在觉得 Costco 的很多蔬菜的品质都提升了。几年以前我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非转基因的有机的这种蔬菜，然后我最近发现Costco 的蔬菜好像都趋近于去尽量的选择这种非转基因的有机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选择 Costco 的蔬菜的话呢，就更加的觉得性价比高了，因为它的价格确实也不贵啊，它就唯一的缺点就是菜量比较大，适合大家庭。锅中倒点油，放2个鸡蛋进去煎一下，特别推荐奥迪的鸡蛋，特别好。回头我们会做一期奥迪的好物推荐，在那期节目里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要推荐奥迪的鸡蛋。现在要给鸡蛋翻个面，因为我要把它煎熟煎透。不要问我这个铲子在哪买的，它在宜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我们之前有一期宜家的好物推荐。好，可以了，煎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铲碎。就用这种方法做的这个汤特别好吃，莫名其妙，但是好有感染力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蛋香味儿就被激发出来了。放葱花，开始上调料了，朋友们，姜泥1茶匙，蒜泥1茶匙。闻到香味儿之后，放虾。3鲜汤的第1鲜其实是这个虾、胡萝卜丝儿、蘑菇、豆腐，简单的翻炒。我这锅汤巨好喝。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人，动不动就用巨，但是他一按照我这方法一做呢，做出来他就发现巨。一堆木匠。好，我们倒一点鸡汤，我们再搁点水，没过食材就行了。都用鸡汤不就行了？多用鸡汤有点浪费，这个鸡汤是浓稠度比较高的。
这锅三鲜汤它是又简单又方便又好吃。现在可以放盐了，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这个盐，蚝油提味儿，1茶匙。好，盖上锅盖，等它熟了，几分钟以后就好了。最后呢，我们给它来个淀粉水，淀粉和水1比3。哇，鲜吗？太咸了，鲜美吗？这是欢乐汤。热你就等一会儿。 hot， 都 hot 哇 hot。这个虾特别的弹牙，然后鸡蛋煎过之后，这种焦焦的感觉特别吸那个汤汁的味道。除了用了这3个比较鲜的食材之外呢，我还用了鸡汤。这个鸡汤其实也是非常的鲜，所以与其叫三鲜汤，不如叫鲜汤。那要只能吃一道菜，你会吃哪个？烤鱼。嗯，这啥意思啊？然后让他点这一份。